竟敢做出苟且之事！这么多年，连个蛋都生不出来。沈慎子还待她不薄纳妾，她竟不知好歹！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！你放开我！小贱人，看了不该看的，还想跑！真不要脸！居然在宫爹头七这天给个下人通奸！若愚啊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糊涂事？宫爹还在头七，你这是要毁了沈家的名声啊！沈慎子还待她不薄纳妾，她竟不知好歹！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就该进猪笼！若有来世，我将若愚一定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宫爹头7日，就是今天，我撞破婆母与林御史的丑事，我重生了，重活一世，你们的奸情必当公之于众。江若愚，你个贱人！我爹丧母，外面乱成一锅粥，你倒好，躲在这偷懒。加入沈府这么久，一件像样的事都没做，我沈修仪真是瞎了眼才娶你这个废物。生不出孩子，是我的错。前世这一劫，我爱得结结实实，这一世休想再伤我分毫。贱人，做错事還敢躲？越气急敗壞，越容易露出破绽。好戲才剛剛開始，小不上則亂大謀，現在還不是撕破臉的時候。前世，我和沈修儀成婚多年，始終未孕。我每日自責，虔誠祈禱，只想為沈家誕下一兒半女。直到我撞破林御史和婆母的醜事，又被來福玷污，我才徹底明白，原來沈修儀是個不能房事的天煙太監。我自小恪守規訓，從未了解過男女之事。那時我還天真的以為世上男子都和沈修儀一樣，不過半寸大小。廢物！嫁進我沈家多年，連個蛋都生不出來，我沈修儀怎麼會娶你這個沒用的女人？沈修儀將自己的殘缺全都歸咎在我身上，每日對我打罵，讓我整整6年都活在自責與屈辱中。夫君息怒，妾身這就去照料客人，絕不再出失誤。趕緊滾，別在這礙我眼！再出一點錯，看我怎麼收拾你！沈府、趙氏、林御史欠我的，今日起，我會連本帶利一一討回來。沈修儀、趙氏、林御史，這一世，我不僅要揭穿你們的假面具，還要讓你們嘗嘗我江家上一世所受的所有欺負，加倍奉還。少夫人，現在日正當中，太陽毒辣得很，客人們都回房歇息了。您這幾日又是守靈又是照料客人，肯定累壞了，趕緊回房歇息歇息吧。小周是沈家唯一對我好的人，其實我每次被沈修儀打罵時，小周總會擋在我身前，可我卻不知好歹，總是苛責他。扔去亂葬崗，污了沈家的地。小姐，不要！一起拖走。小周為了救我，被那對奸夫淫婦害死。小周，對不起。以前是我糊塗，總是苛責你，忽略你，可你始終不離不棄。少夫人，你怎麼了？沒事，只是突然想到，人命如草芥，世事無常，若是不好好珍惜身邊的人，恐怕哪天就再也見不到了。少夫人，您放心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奴婢都會一直陪着你，拼盡全力護着你，絕不會讓您再受委屈。我相信你。對了，小朱，我記得有些未出閣的女子常在手腕上點手工紗以示真假，你快去幫我取些朱砂來。切記，此事萬萬不可聲張。少夫人，你要朱砂做什麼呀？大有用處，此事事關重大，你別多問，快去，越快越好。是，少夫人，奴婢這就去，一定不會聲張。少夫人，朱砂給您取來了。辛苦你了，小卓，你先去門外守着，不許任何人進來。是，少夫人。這手工紗乃是驗證女子貞潔之物。只要能點上手工紗，就證明我還未被破身。沈修儀，我這一份大禮送與你，希望不會讓你失望。世人都說你沈修儀作為貴族子弟，不沉迷於女色，尤為可貴，還說我能嫁給你是莫大幸事。我前世竟聽進去了，真是可笑。這一世我要讓他們知道，他們口中頂好的男兒究竟是什麼貨色。
這身羅衣袍，衣料輕滑如流水，袖袍寬大，恰好能将整個手腕岩石遮住。少夫人，怎麼換了身衣裳？今日在外头冒了些汗，索性就換了一身。这身衣袍轻便，也舒服些。小竹，你去把阿才叫到后院來，切记莫要讓旁人察覺。是，少夫人，奴婢這就去。奴才参见少夫人。阿才，不必多礼，这封信你速速送回江府，亲手交给我爹，半點不能耽擱，更莫要讓人發現。一旦被察覺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少夫人放心，奴才一定不負少夫人所托。去吧，路上小心。是，奴才告退。小竹，你去前院幫我照看好賓客，多留意一下趙氏和沈修儀的點心，親自打理，不要被人察覺異常。是，少夫人。上一世，我便是在這裡撞破了婆母的醜事，也是讓我江家墜入深淵的開始。這次也讓你們嘗嘗墜入深淵的滋味。這地方選的倒是不錯，人少僻靜，這滿院的綠植還能將聲音隔開，倒是省了我不少麻煩。上一世，公爹頭七，我見趙氏整日閉門不出，還以為他是傷心過度，難以自持，便親手做了吃食來養心院尋他，卻沒想到這精油是趙氏平日裡最愛用的東西，也是上一世他與林御史幽會時必用之物。這桃膠油粘性極強，一旦塗抹在皮膚上，便難以洗淨。若是肌膚相親，更會牢牢粘在一起，甩都甩不掉。趙氏、林御史，提前祝你們永遠不分離，永世糾纏。少夫人，您可算回來了，奴婢找了您好一會兒，繞着回廊尋了兩圈，生怕您出什麼事兒。放心，我沒事，只是四處走走散散心。正好，你隨我一同去西廂院看看。是，少夫人，奴婢這就隨您去，一定好好跟着你，絕不離開半步。寧安伯夫人是已故公夫的嫡親長姐，身份尊貴，在府中說話極有分量。雖說她平日瞧不上我，卻最看重臉面與規矩，容不得府中有半點穢亂之事。讓她來揭開趙氏與林御史的醜事，再好不過。妾身江若愚前來給您請安。今日日頭旺，天氣炎熱，府中備了解暑的良品與物件，伯夫人可有什麼需要添置的？少夫人請進，夫人在裡面歇着，特意吩咐過，少夫人來了不必通報。姑母，滿京城皆知公爹與婆母情深義重，如今公爹猝然離世，婆母悲痛不能自持，現如今竟一病不起，閉門不出，府中諸事全憑侄媳支撐，真是上不了台面。一點小事就哭哭啼啼，成何體統？侄媳年紀尚輕，從未經歷過這般大事，如今料理家事，唯恐行差踏錯，怠慢了各位賓客，也怕辜負了公爹與婆母的托付，心中實在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這等小事還需要這般慌張，真是懦弱。侄媳素來聽聞，姑母乃是京中婦德典範，最善於理家理事，府中大小事務，經姑母之手，無不井井有條。就連各位夫人，想必也十分敬佩姑母的才幹。少夫人所言極是，伯夫人可是我們京中婦人的榜樣。伯夫人理家之才，京中皆知，名不虛傳。今日侄媳斗膽，想請姑母一步幫着瞧瞧府中各處安排，若有不妥之處，還請姑母不吝賜教。侄媳定當悉心改正，也不讓各位夫人見笑，不丟沈家的臉面。還算你懂事，知道向我請教。畢竟這位姑母還是個有名的長舌婦，只要她撞見，不出半日，全京城都會知悉。我如今深陷謠言漩渦，那些不堪入耳的謠言能傳得那般沸沸揚揚，攪得我身敗名裂，也有他寧安伯夫人一份功勞。既然你這般懇求，姑母便隨你去瞧瞧，也好幫你提點一二，免得你笨手笨腳，丟了沈家臉面，讓大家笑。多謝姑母，姑母請。各位夫人若是無事，也可一同一步，幫着提點一二，侄媳感激不盡。人齊了，也該開鑼了。林御史和趙氏的好戲，少了御史夫人這出主角，又怎算得上精彩？夫人一路辛苦，今日多雨，青石板路有些濕滑，您當心腳下，莫要绊了。少夫人有心了。
真是眼皮子浅啊！放着我这沈家正经姑母不伺候，反倒凑上去讨好一个外人，毫无规矩，丢尽沈家的脸面。姑母息怒，侄媳不敢，只是见林夫人行走不便，一时失了分寸，忽略了姑母，还请姑母恕罪，侄媳再也不敢了。不敢？我看你胆子大得很，李家李氏一塌糊涂，讨好外人倒是学得快，真是个没用的東西。姑母教训的事，侄媳记住了。往後定當以姑母為先，不再失了分寸。俗話說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你嫁入沈家也不是1年半載，這肚子也沒個動靜，我兄弟怕是沒法安心吶。肚子半點都不下蛋的母雞，佔着正妻的位置，6年都生不出一兒半女，你是故意來斷我們沈家香火不成？我要是你，早就羞愧得無地自容，捲鋪蓋卷走人了。實在生不出來，就趁早退位讓賢。廢物！嫁進我沈家多年，連個蛋都生不出來。這樣啊？我沈秀儀怎麼會娶你這個沒用的女人？你是不是來報復我們沈家的？是不是故意不想給我兒生兒育女，想斷我們沈家的後？我們沈家待你不薄，為了讓你懷上孩子，請了多少名醫，學了多少偏方，花了多少銀子？你這肚子就是不爭氣，廢物一個！餓，給我快喝下去！餓了這碗，我看你還懷不上孩子。姑母教訓的事，讓姑母失望了。知道自己無用就好。侄媳自知身子無用，辜負了沈家的希望。若是有好的女子能為沈家延續香火，我可以為秀儀另選2配。真的？你真的願意給秀儀娶平妻？不反悔？莫說平妻，哪怕是讓我讓出正妻的位置，成全沈家香火，我也在所不辭，只求能彌補侄媳的過錯。沈公子光明磊落，溫文爾雅，從不曾到風月場所廝混，真是個難得的好男子啊！大家都說這沈公子光明磊落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嫁人當嫁沈秀儀呢。早就聽聞你是書香門第出身，果然知書達理。今日一見，這般深明大義，真是難得，真是沈公子的福氣啊！是夫人說的極是，這氣度真是京中少有的。我家小女今年14，熟讀詩書，性子溫順。各位夫人抬愛了，各位小姐皆是良人，端莊賢淑，此事終究是秀儀的婚事，要看秀儀的心意。與沈公子站在一起，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，你就幫着說說情，促成這樁好事吧。這日頭也太毒了，再走下去臉都要曬化了。精心化的妝容也該花了，這可如何是好？你看看你辦的事兒，這般大熱的天，也不知道安排陰涼去處，讓各位夫人跟着你在太陽底下遭罪。姑母恕罪，是我沒考慮周全，一時糊塗，忘了安排歇腳的地方，還請各位夫人莫要見怪，饒過我這一次。罷了罷了，跟你多說無益，橫豎你也成不了什麼大事。各位夫人，實在對不住，隨我去養心殿。你速去讓小厮把沈秀儀喊來，就說我有要事找她，務必盡快。好戲要開場了。這地方還行，這兒挺好，這兒還行，這還挺涼快的。真是不錯。啥師傅？這般不清不楚的，擾人清靜。聽着聲音，柔柔弱弱的，莫不是有人在此處行得婚好之事？心院不是沈夫人趙氏的住所，她怎會在此處？難道說沈夫人她在？光天化日的，真是不知廉恥，成何體統啊！看看你辦的好事，連府裡的下人都看管不好，竟敢在養心殿做出這等苟且之事！這要是傳出去，我沈家的臉都被你丟盡了！姑母恕罪，侄媳罪該萬死，求姑母責罰。這聲音恐誤了各位夫人的耳朵，太過不雅。不如夫人們先一步永寧院稍作歇息，喝杯涼茶解解暑。此事我定處置明白，嚴厲處置，絕不姑息。處置？你怎麼處置？就憑你這蠢笨模樣，能查出什麼真相？今日這事兒，你要是處置不妥當，往後府裡只會有更多不懂規矩的下人效仿，到時候丟的可是整個沈家人的臉面。這事兒不用你管，我來處理。我倒要看看是誰這麼大膽，敢在主人家的喪期裡做出這等苟且之事。搞什麼名堂？竟然只是2隻野貓！看這模樣，怕是發春調情才鬧出這般動靜，真是白費力氣。原來是野貓啊，白興奮一場。不對，這分明就是男女交歡的聲音，絕不是野貓。嫂嫂今日換上這身喪服，反倒比平日裡更顯幾分氣。還是個兄嫂亂倫的戲碼。前世你們將我踩在腳下，百般欺辱，今日我要讓你們親眼看看這沈家主母的放蕩嘴臉。我家中那悍婦半分情趣都沒有，哪能跟嫂嫂這般嬌美可愛相比？這聲音怎麼這般耳熟？莫不是認識的人？姑母不可，這般太過失禮，萬一裡面是府中重要之人，可就不好收場了。少廢話，今日定要看看是誰敢在喪期做這等有違常倫、敗壞門風之事。
在這兒做這般失德之事。瞧瞧，這還是林御史呢，真是不像話！当朝御史大人竟会跟刚丧夫的沈夫人做出这等有违伦常之事。世风日下，这御史夫人可是将门之女，岂能容忍这般羞辱？你们这两个不知廉耻之人，沈老爷尚未过头七之期，你们就这样急不可耐，毫无底線！这。这御史夫人出身将门世家，性子彪悍，一身蛮力遠非寻常婦人可比。今日一見，果然沒讓人失望。好你們兩個不知廉恥的東西！枉我兄弟與你相交多年，每次你來沈府，他都與你對坐品茶，視你為摯友。不曾想，已經做出這等失德之事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這林御史平日裡看着清正廉潔，沒想到背地裡做這種有違倫常之事。可不是嘛，這沈老爺屍骨未寒，沈夫人就做出這等齷齪之事，真是驚世駭俗，造了孽了。沈氏，你這不知廉恥的東西！一把年紀了還不安分守己，剛沒了夫君就着急招惹外男，這般不知自重，可不往那不正經的地方去。那裡有的是男人，任你周旋。饒了我吧，我錯了。你這個毒婦！這御史夫人這是真動怒了，情緒也太激動了。畢竟是自己夫君，換作是誰也忍不了這口氣呀。哎呦，出血了！这可怎麼辦？這御史夫人真是急紅了眼了，連朝廷命官都敢傷。換作是誰，被夫君這般背叛，怕是也會失了理智。更何況御史夫人出身將門，本就性子剛烈。我辛辛苦苦為你操持家事，你竟然敢在他人喪期做出這等失德之事，你真是不知廉恥！要不是當初攀上我這個將門高枝，借我父兄的事，你以為這個御史大人的位置輪得到你坐嗎？你竟如此忘恩負義，背着我做出這等事，還是在沈老爺的喪期裡，你太讓人不齒了！沈氏，毫無婦德，不知廉恥，虧你頂着沈家主母的名分，我兄弟靈柩尚在，你別行此苟且，只是沈家的奇恥大辱！真是造孽呀！沈老爺一生清正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真是毀了沈家的名聲。可不是嘛，寧安伯夫人說的對，這沈氏就是沈家的恥辱，喪期行苟且，還勾搭朝廷命官，簡直無法無天。沈氏林御史，好戲才剛剛開始。姑母，求您放過婆母。婆母她雖鑄成大錯，但在沈家這些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。念在她侍奉公爹多年的份上，還請姑母手下留情，莫要再傷了她。看在若愚的面子上，我暫且饒你一次。婆母，你怎麼能這樣對公父？公爹在世對您百般疼愛，事事依着您。如今公爹尚未安葬，您讓九泉之下的公爹情何以堪啊！一定是你帶這些人來這裡的，對不對？是你設計陷害的我。沈氏，你這不知悔改的模樣，倒是半分未改。你早就記恨我，記恨我平日裡處處壓你一頭，記恨我埋怨你6年無所出，記恨我沒能讓你在沈家抬得起頭。這沈氏也太過分了吧！自己做錯了事，竟還倒打一耙，賴到兒媳身上。就是，少夫人好心為他求情，他倒好，反過來污衊少夫人，真是不知好歹。可不是嘛，少夫人方才還在為他求情，怎麼可能是他陷害的？這沈氏真是無可救藥了。沒有，我沒有，婆母，我平日裡哪敢忤逆你，又怎麼敢陷害你？我只是心疼公爹，心疼沈家的名聲。這扳倒你怎麼夠？我要整個沈家付出代價。你們這是在幹什麼？該來的終於來了，這場精心編排的戲缺了你這個主角，後續的戲份可就沒那麼精彩。秀姨，我的兒啊，你終於來了！娘遭奸人所害，被人毀了清白，以後我怎麼還有臉見人呢？老爺剛過世，我本想好好守喪，可誰料竟遭人暗算，做出這等見不得人的事，我沒臉見沈家的列祖列宗，如今唯有一死才能洗刷我的清白啊！你說什麼？誰敢陷害我母親？就是他，就是這個賤蹄子陷害我！我沒有，秀姨，你相信我。方才我在自己院裡歇息，是他親自給我送來了一杯熱茶，說讓我保重身體。我沒多想便喝了，可喝了之後沒多久就渾身發軟，頭暈目眩，不省人事。沒有，少夫人不可能做出這種事的。少爺，你一定要明察呀！閉嘴！等我醒來就發現自己躺在這養心院的床上，身邊還躺着林御史，衣衫不整，周遭全是陷害我、毀我名聲的。好一張利口，好一番顛倒黑白的說辭。若不是我早有準備，
恐怕我是有口难辩啊！什么呀？竟然是这样，不会真的是少夫人干的吧？不好说呀，沈夫人说的有板有眼，万一真的是少夫人怀恨在心，设计陷害她呢？毕竟沈夫人平日里对少夫人确实苛刻了些。可方才还在为沈夫人求情，看着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呐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婆母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您啊！贱人，你还不肯承认？亡我沈家为了让你怀上孩子，到处求医问药，寻遍了京中名医，熬了无数偏方给你。如今你倒好，狗咬吕洞宾，還設計陷害我。我没有，生不出孩子，不是我的錯。夠了，你還敢狡辯？終於氣急敗壞了。沈修儀，你在人前越是跋扈，往後就越是抬不起頭，戳中了你的痛處。你從來都羞於啟齒，你更不敢承認6年無子從來都不是我的錯。你加入沈家6年，整日躲懶偷閒，無視公婆，不操持家事，除了擺少夫人的架子，你還會做什麼？我沈家待你不薄，為了你那生養，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，你卻始終毫無動靜。如今竟敢懷恨在心，設計陷害我母親，毀我沈家名聲。少夫人，你沒事吧？我自然是不配的。似你這般陰狠歹毒之人，我又怎能與你相配？一邊是母親，一邊是妻子，只是這一巴掌打得也太重了。這也怪不得沈公子，若少夫人真是記恨沈夫人而設計陷害她，那可真是不可饒恕啊！沒錯，定是這個毒婦害的我。方才日頭毒辣，我在府中後院亭子裡乘涼歇息，不成想這個毒婦突然端着糕點清茶走了過來，一臉和善地說讓我解解暑。我本就被太陽曬得燥熱難耐，又想着她是沈府少夫人，待人素來溫順，便不疑有她，拿起茶盞就喝了下去。可喝完沒過多久，我就覺得渾身發軟，疲憊不堪，連抬手的力氣都沒有了。她這時便假意好心給我指路，說這養心院地處偏僻，四處通風，最是清涼，讓我來這裡稍作休息。便順着他指的路來了這裡，誰知一醒來就……我的天！沒想到真的是少夫人幹的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吶！太惡毒了！為了報復婆母，竟然連御史大人都敢算計，這般蛇蠍心腸，真是枉為屬校門第出身。可不是嘛！明明是自己肚子不爭氣，卻把怨氣撒在別人身上，還設計出這等傷風敗俗的計謀，真是丟盡了臉面。沈公子方才打他一巴掌，真是一點都不冤，這般毒婦就該天打雷劈。江若愚，你太讓我失望了！我萬萬沒想到，你竟然真的做出這等惡毒之事，不僅毀了沈氏和李御史的名聲，更要徹底毀了我沈家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他們都在撒謊。各位夫人，沈公子，求你們相信少夫人，少夫人真的沒有做過這些事，她是被冤枉的。秀儀，你可一定要為娘做主啊！秀儀，我的兒啊，我們沈家怎麼就攤上這麼個毒婦啊？真是我們家門的不幸啊！如今他不僅毀了我和林御史的名聲，還連累了沈家與御史府兩家。這般傷風敗俗之事若是傳出去，兩家的臉面就徹底丟盡了。若此事傳出去，我不僅顏面盡失，甚至還可能影響我的仕途。此事若是宣揚出去，我這個御史夫人定會成為整個京城的笑柄。我父兄一生光明磊落，萬不能丟了我父兄的顏面。各位夫人，今日之事事關重大，關乎我沈家與御史兩家的聲譽，還請各位夫人莫要宣揚。我向各位保證，定會將此事徹查清楚，絕不會輕饒作惡之人。也懇求各位夫人，免得流言蜚語四起，毀了兩家清譽。畢竟我沈家與林御史皆是朝廷命官，此事若是外傳，恐也會影響朝堂顏面。各位夫人，今日之事關乎兩家朝廷命官的聲譽，也關乎各位的體面。若是誰今日將此事傳了出去，鬧得人盡皆知，就是打我御史院和沈家的臉。各位夫人放心，秀儀既然說了會徹查，莫要讓流言壞了兩家的名聲，也免得惹來不必要的麻煩。保密，真是蛇鼠一窩。秀儀，這麼多年我一直對你言聽計從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可能做出這種事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事到如今，無論真相如何，他都是最好的替罪羊。為了我的仕途，為了沈家的聲譽，就只能是他。來人，公子，把這個毒婦拖下去。是。不要！你們不要碰少夫人，少夫人是被冤枉的。秀儀，你當真認為這件事是江若愚做的？我看他方才的模樣，不像在撒謊。姑母。
事到如今，是不是他做的已经不重要了。什么？为了沈家的声誉，为了我的仕途，这件事只能是他做的。只有他死了，今日之事就会慢慢平息，沈家才能保全。秀姨，你看这江若愚，就算再无用，也是你明媒正娶的沈家少夫人。你这般草菅人命，哪怕只是把她赶出沈家也好啊。姑母，你是想讓我前途盡毀嗎？還是姑母也不想顧及沈家的顏面了？沒有，一切但憑侄兒做主即可。哼。这算怎么回事？各位夫人，求你们放过少夫人吧，少夫人是被冤枉的，她真的没有做过那些事，求你们明察。少夫人平日里待人温柔，从来不会害人，那些妖包一定不是少夫人的。少爺，這是在少夫人的臥房內找到的藥包，方才已經請府裡的李郎中驗證過了。李郎中說，這藥包裡裝的是迷青散，服用後會讓人頭暈目眩，渾身無力，分不清現實與虛幻，正是方才林御史與沈夫人所說的服藥後的症狀。天哪，竟然給婆母下迷青散，真是蛇蠍心腸！江若愚，人證物證俱在，你還有什麼話可說？我能有什麼話可說？這是你沈修儀的府邸，你想要什麼真相，就能造出什麼真相。人證是你安排的，物證是你偽造的，你可真能演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這藥包不是我的，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藥，更沒有準備過什麼迷青散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公子，求你相信少夫人，這藥包一定是別人放在少夫人房裡的，是陷害，求你再查查，求你了。事到如今，你還在狡辯，毫無悔過之心。枉我還想念及夫妻情分，對你網開一面。沈公子仁厚，這般時候還念夫妻情分，想網開一面。這江若愚做出這等醜事，他卻不知悔改，實在令人心寒。這是好戲沒好報，攤上這樣的兒媳，真是沈家不幸。沒想到你這樣心胸狹隘，心腸歹毒。我平日裡待你不薄，不過是催你綿延子嗣，你竟記恨在心。如今用這種陰毒藥物陷害我，毀我清白。你這老淫婦自己偷人，卻把髒水潑給我，你等着，今天不扒你一層皮，我不姓江。既然你執迷不悟，死不悔改，那就休怪我不念夫妻情分，以家法處置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這鞭子打下去，怕是要出人命啊！家法如此嚴苛，這是要往死裡打呀！是他自己咎由自取，陷害婆母，罔顧倫常，活該受罰。來人，行刑！住手！這不是江大人嗎？就是當朝戶部尚書就是江大人。聽說江大人為官清廉，體恤百姓，掌天下財政，兢兢業業，深得皇上器重，是朝中少有的清官呢。江大人這般正直的人，竟養出這麼個給江家丟人的女兒。江大人一生清譽，全被這個女兒毀了，真是家門不幸。父親，上一世我名聲盡毀，還連累了父親。眾人說他教女無方，品行不端，連帶着江家也被冠上污名。父親不堪受辱，自請退去官袍，從此再也沒有踏入朝堂半步。同時，父親也淪為京城百姓的笑柄，走到哪裡都被人謾罵羞辱，指指點點。沒人記得他曾為朝廷鞠躬盡瘁，為百姓操勞動腦。日復一日的羞辱與壓抑，導致父親積鬱成疾，一病不起，含恨而終。而這一切都是拜沈修儀與奸夫淫婦所賜。修儀見過岳父大人，不知岳父大人光臨寒舍，小婿有失遠迎。玉兒，我的玉兒，你怎麼樣？他們居然敢打你！父親，我沒事，我沒事，你也沒事，太好了。沈修儀，我江家把女兒許配給你，是讓你好好待她，護她周全。可你就是這樣對待我女兒的，打罵羞辱，甚至要動家法，你好大的膽子！父親，女兒今日身陷險境，
恐遭奸人構陷，女兒恳請父親速來神府，再劳父親修書一封，禀明貴妃娘娘。江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此事并非沈公子的过错，实在是令爱行事不端，意图用阴毒药物陷害我与沈夫人。沈公子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可笑至极！我江家的女兒知书達理，豈是你們這群蝇營狗苟之輩能夠污蔑的？不僅如此，魚兒從小受儒家禮教熏陶，深知三從四德、禮儀廉恥。你們這般污蔑我的女兒，分明是居心叵測，故意栽贓陷害。聽江大人這麼說，倒也有道理。江大人為官清廉，教女定然嚴格，自己的女兒怎會做出這等出格之事？是啊，先前只聽沈公子和林御史一面之詞，倒沒多想。江大人說少夫人自小知書達理，相鄰稱讚，想來也不會撒謊。可方才那藥包是在少夫人房裡找到的，還有李郎中驗證，總不能是假的吧？難道真的是栽贓陷害？若是江大人所言為實，那豈不是冤枉了少夫人？是啊，岳父大人，你護女心切，小婿全都明白。可事實就擺在眼前，若愚是我的髮妻，我怎麼會冤枉她？家母與林御史的症狀與這藥的藥效一模一樣，絕非巧合。江大人饒命！這藥確實是小人在少夫人的房中搜出來的，小人萬萬不敢栽贓少夫人啊！沈修儀，你還真是不要臉！如今竟然還串通小厮做偽證，顛倒黑白，一派胡言！你這小厮再敢胡言亂語，我定不饒你！岳父大人，小婿知道您不願相信此事，小婿也不願意相信。可如今人證物證俱在，您這般維護，難不成是想借着戶部尚書的身份徇私枉法，包庇女兒的罪行嗎？這如此，江大人身為戶部尚書，怎麼能徇私枉法呢？就算是自己的女兒，也不能這樣包庇。是啊，要是江大人真的徇私，那可就毀了自己的清譽了。這萬一鬧到官府，江大人身為戶部尚書，徇私的罪名可擔不起。岳父大人既如此篤定，小婿也不敢再多言。只是此事事關重大，牽扯江家與沈家的清譽，若僅憑你我之言，終究難以服眾。好啊，那就請京兆尹大人來看看這京城的青天大老爺怎麼斷這種鐵案。沈公子這個提議好，京兆尹大人公正無私，由他來查，定能分清是非。好，就依你所言，請京兆尹大人前來查驗。我江家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今日定要讓栽贓陷害之人付出應有的代價。沈公子，請速速將事情原委一一闡述。本尹今日定要查明真相，還眾人一個清白。禀大人，今日我的母親與林御史突然身中奇毒，渾身無力，昏迷不醒，經派人徹查，此藥正是在內子的房中找到，望大人明察秋毫。這藥包正是在少夫人房中找到，定然是她心懷不軌，意圖加害。求大人查明真相，還民婦一個清白。京兆尹，我女兒自幼品行端正，望大人秉公執法，給小女一個公道。江大人稍安勿躁，本尹自有公斷。藥粉雜亂，氣味刺鼻，不似尋常藥材，倒像是江湖雜藥所致。大人，查清楚了，城中確有一名江湖郎中，專靠售賣這種雜亂無章、藥性不明的假藥為生，現已將他押來。快，將那郎中帶上來。大膽郎中，你可認得此藥？小人不過也是為了謀生，求大人放小人一條生路。我想起來了，是這個姑娘。前2日她獨自來找小人買藥，小人還納悶，一個小姑娘要這種藥做什麼？原來是想加害他人。你騙人，胡說八道！我從未找你買過什麼藥，你這是栽贓陷害！放肆！一個小丫頭，這般無禮。荒謬！上一世這京兆尹和沈秀儀就狼狽為奸，現在還想一手遮天，可笑至極。竟然真的是少夫人買的藥，沒想到她這麼歹毒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本案已然查明，藥包從江若雲房中搜出，人證物證俱在，此事必是江若雲指使丫鬟所為，意圖加害沈老夫人與林御史。江若雲，事到如今，你還有什麼話可說？大人，冤枉，民女冤枉啊！民女從未指使小主買過什麼藥，更從未想過加害任何人，還請大人明察。放肆！人證物證俱在，你還敢狡辯？來人，將江若雲捉拿歸案，打入大牢，等等，日後再審。參見貴妃娘娘，娘娘千歲。
千歲，千歲。都平身吧。謝貴妃娘娘。今日圣上念我思鄉心切，特准我出宮看望父母。可剛到江府，便聽聞我嫡親的妹妹被人誣陷，說她意圖加害他人，還被金兆尹大人判定有罪，要捉拿歸案。我倒要問問金兆尹大人，我江家的女兒素來知書達理，品行端正，怎會做出這等歹毒之事？今日我親自前來，就是要看看這所謂的人證物證俱在，到底是真相，還是有人故意栽贓？貴妃娘娘息怒，臣也是按規矩斷案。此事是沈公子報案，稱其母親與林御史身中奇毒，後在少夫人房中搜出藥包，郎中指證是少夫人的丫鬟所買，臣才據此初步判定，並非有意冤枉少夫人的。禀貴妃娘娘，金兆尹大人所言句句屬實，家母與林御史確實中了此藥之毒，藥包也確實是在魚兒房中找到。臣也不願相信魚兒會做此事，可證據確鑿，臣也是無奈之舉。好一個無奈之舉！既然是小主買的藥，本妃要親自聽他陳情。貴妃娘娘明察，奴婢冤枉，奴婢從未找過那個江湖郎中買過什麼药。小主，今日本妃在此，你儘管将你想說的說出来。少夫人是被冤枉的，這幾日少夫人都忙着打理府中事務，忙得焦頭爛額，哪有心思去陷害他人？求娘娘明察。你說小主前2日找你買了藥，那本妃倒要問問，具體是前天什麼時辰，在什麼地點？他當時穿的什麼衣服，說了什麼話，一一如實道來。若有半句虛言，我定不饒你。他穿了件青色的丫鬟服，說要買一包能讓人浑身無力的藥，別的小人就不記得了。小主，他說的前天晚上亥時，你在何處，在做什麼？如實說來。娘娘，前天晚上亥时，奴婢根本不在城南小巷。這2日恰逢府中喪期，少夫人一直守在灵堂，身子早已熬得虧虛。奴婢心疼少夫人，便想着去廚房炖莲子百合羹，補身子。這幾日府中來往客人很多，廚房也格外忙碌。他們都看到奴婢在择蓮子，在廚房燉羹湯。從戌時末一直忙到亥时中，根本沒有離開過廚房半步。貴妃娘娘饒命，饒命啊！小人是受人強迫的呀。強迫？本妃倒要問問你，是誰強迫你？是誰指使你栽贓陷害我妹妹？如實招來，若有半句虛言，絕不姑息。娘娘，是金兆尹大人，是他讓小人指證少夫人丫鬟的，小人就是為了自保才答應的，求娘娘饒命啊！這金兆尹膽子也太大了吧，竟然敢做這檔子事兒！可不是嘛，真是喪盡天良！娘娘饒命！娘娘饒命啊！臣冤枉，是這個郎中血口噴人，是他自己撒謊，反過來栽贓臣吶！你好大的膽子！是沈秀儀，是沈秀儀讓臣陷害栽贓少夫人的。胡說八道什麼？你大膽！沈秀儀，你們竟然敢陷害我妹妹！金兆尹大人竟然被沈公子收买，联手栽赃少夫人。这沈公子看着温文爾雅，竟然做出這種栽赃陷害髮妻的事。還好貴妃娘娘及時趕到了，不然少夫人可就真的被冤枉了。這沈修儀和金兆尹也太膽大包天了。魚兒昨日便傳信於我，說沈家有人暗通款曲，我早已派大內侍衛盯死了你們。這2人的書信是被我的人當場按住的。貴妃娘娘饒命！娘娘，平日裡夫人常讓奴婢去城西與林御史的人交換書信，奴婢只是奉命行事，並不知道信中說了什麼。你們可有證據？娘娘有證據，這幾封就是沈氏與林御史這2天的書信，求娘娘查驗。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，一把年紀了，這些污言穢語竟還說得出口？沈氏、林御史，你們倆還有什麼話可說？一對奸夫淫婦，今日若不是貴妃娘娘在場，你們豈不是要將我女兒當作替罪羊，活活冤死？還有你，沈修儀，你竟夥同旁人將這等污穢罪名栽贓到我女兒身上，半分夫妻情分都不顧，這般門戶，我們江家高攀不起。女兒，為父從不知你在沈家竟過得如此委屈，這沈家個個心腸歹毒，今日你們便合理跟爹回家。爹爹，女兒在沈家數載，雖未能擔下子嗣，可修儀待我素來寬厚，亦未曾納妾，求爹爹再容我們夫妻一回吧。手工殺你竟然還是清白之身！沈修儀，這3年你連碰都不願碰，如今
這就是你沈家斷子绝孙的铁证。玉儿，你的手臂怎么会伤成这样？这些伤到底是谁干的？妹妹，我的天，这么深的伤痕，这哪里是世家少夫人，分明是受尽了折磨。这好好的一个姑娘家，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老爷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些年他们稍有不顺，便对少夫人非打即骂。少夫人性子软，一直忍气吞声，身上的旧伤叠心上，远远不止手臂这一处。为了能给沈家添子嗣，少夫人不知喝了多少偏方汤药，每次喝完都恶心呕吐。她还四处求神拜佛，可身子始终没有动静。小主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少夫人。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没想到这少夫人竟这般好欺负。可不是嘛，差点就信了沈氏的话，没想到狠毒的竟是他们沈家人。求老爷为少夫人做主啊！这少夫人手工纱尚在，哪里怀得上孩子？什么？成婚6年，怎么可能还有手工纱？手工纱。手工纱本是女子贞洁的证明，若是失了贞洁，便再点不上。可我看少夫人臂上的手工纱，分明清晰得很啊！我的天，成婚6年还有手工纱？少夫人，你与沈公子成婚6年，难道你们不曾圆房？如今见贵妃姐姐为我撑腰，便立刻倒戈。但好在这问的倒是一针见血。少夫人无妨的，男女之事本就是人之常情，没什么可羞于启齿的。你如实说来便是。回夫人的话，我与秀姨成婚本就情投意合，自成婚那日起，我们便同睡一屋，从未分过房。哦，竟有此事！既然您与沈公子日日同床共枕，从未分房，那少夫人为何还是完璧之身？手工纱依舊清晰可见。我妹妹自小知书达理，这般私密之事，讓她當眾細說，本就是強人所難。請太醫院的女醫前來為我妹妹驗身，也好還她一個清白，看看到底是我妹妹不能生，還是不能生的另有其人。貴妃娘娘所言極是，玉兒受了這麼多年委屈，今日就該驗個明白，還她一個公道。臣女參見貴妃娘娘，娘娘千歲千歲千千歲。免禮，你帶我妹妹下去查驗身體狀況，仔細查驗，務必如實稟報，不得有半句虛言。臣女遵旨。少夫人容貌出眾，知書達理，品行這般好，沈公子卻與她多年疏離淡漠，始終未曾同心相守，實在令人費解。可不是嘛？這般賢良髮妻，換作旁人必定真心相待，實在難以理解沈公子的做法。啟稟貴妃娘娘，臣女已為少夫人查驗完畢，少夫人恪守真理，品行端正，始終守禮自持。沒想到少夫人多年一直恪守真理。太醫院女醫親自查驗，是絕對不可能作假的。多年無子嗣，問題分明就在沈公子身上，他卻一直把過錯全都推給少夫人。太醫，你繼續。除此之外，少夫人身上還有多處新舊傷痕，長期遭受苛待折磨，身子早已虧虛。好你個沈修儀，竟然如此苛待我女兒！臣女查驗發現，少夫人的體內殘留異常藥毒成分，多年長期服用不明調理偏方，身心早已被嚴重損耗。奇怪的偏方，不就是沈公子和沈氏日日逼迫他喝下的那些所謂的求子偏方嗎？多年四處求醫求子，盡心盡力，原來問題根本不在少夫人身上。旁人都誇讚沈公子情深義重，從不嫌棄少夫人，如今看來全是偽裝，自私推卸責任吧。這個畜生！我女兒在家養尊處優，何等金貴！當初求娶她的王公貴族世家公子，能從街頭排到巷尾，她卻不顧家裡反對，執意要嫁給你這個白眼狼！都是你，是你故意的！你這個毒婦！你還敢動手？我看你是瘋了！德行敗壞、自私狠毒、枉為人夫，也配動我的女兒？沈修儀，你自私涼薄、苛待髮妻、構陷無辜、枉為人夫，還有臉在此盈盈狂吠！來人，把這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東西拿下！真是可笑，自身有錯不思悔改，被揭穿就惱羞成怒，動手傷人，德行卑劣，醜態百出。可不是嘛，還敢對少夫人撒野，全然不知自己何等的樣子，簡直醜態百出。虧他先前還裝得溫文爾雅。今日本妃便親自為我妹妹做主，她與沈修儀的這門婚事就此作罷。是啊是啊，
這般德行卑劣之人，萬萬不能再耽誤少夫人。以前還有世家小姐願意结親，如今應當公告世人，絕不能讓她再连累旁人。方才御史夫人还想将自家女兒许給他，如今出了这等醜事，這事大家都有目共睹。往後要是再有人敢非議我妹妹，我定不會姑息。這是怎麼回事啊？啊，這麼大陣仗，罪有應得呢。这真的查抄了？小姐，您让我匿名送到京兆尹那裡的账本和情书，大人已經帶兵去查抄了。我的天，這沈府是怎麼了？被官府查得這麼嚴，連一個角落都不放過。你還不知道嗎？方才官兵從沈氏的房裡搜出好多東西呢。是啊，據說有不少他和林御史來往的書信，信中還有他們合謀將沈老爺下毒的證據。這沈氏也太膽大包天了，不僅和林御史私通，還敢給沈老爺下毒，這是要謀奪沈家的家產呀！可不是嘛，難怪林御史先前常來沈府和沈老爺喝酒，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為了和沈氏私會啊。這對奸夫淫婦真是活該啊！就是，居然還將沈老爺害死了，真該天打雷劈！这是什麼人呢？沈氏，你房中之毒与往來書信皆是實情，你二人私通之事，是否屬實？大人饒命！大人饒命！奴婢拳头重。早在沈氏进沈府的时候就暗通款曲，两人常年書信往來，還經常去郊外的破廟幽會。賤婢，你休要胡說！肅靜！林御史每次去沈府都借口找沈老爺喝茶敘舊，事後便會跟着沈氏去養心院行苟且之事。奴婢所言句句屬實啊！江小姐，你乃本案受害之人，可還有冤情要當庭陳情？大人，這毒婦不僅謀害親夫，還妄圖用野種混淆沈家血脈，簡直罪不容誅，請大人一律嚴懲。江若愚，你不得好死！鱼兒，看到你现在好好的，真是太好了。求大人為我的女兒做主啊！她是被冤枉的。喲，這是誰家的婦人？下雨天在這哭哭啼啼，會不會？上一世，母親為了我四處求人，想為我伸冤，受盡了冷言與屈辱。好在這一世老天開眼，給我一次重來的機會，讓我和家人可以這般品茗閒聊，真好。夫人、小姐，你們聽說了嗎？京城最近可熱鬧了，百姓們都說沈秀儀根本就不是沈老爺的親兒子，是沈氏和林御史的野種呢。沈夫人與林御史素來暗通款曲，說沈修儀是二人之子，倒不足為奇了。只是可惜了沈老爺了。是啊，這沈修儀與沈氏如此歹毒心腸，幸虧老天庇佑，不然魚兒你真是白白受了委屈了。是啊，老天保佑。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現在沈府已經被官府查封，林御史和沈氏都被關押起來了。至於沈修儀，現在滿京城都在笑話她呢。這沈修儀，惡人自有惡人磨，先前白白讓你受盡了冷眼，真是可恨至極。沈修儀此番純屬自作自受，只是以她的性子，定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。魚兒，何出此言啊？母親不必害怕，這沈修儀饒是再有通天大的本事，我也不會讓她傷你們一分一毫。哎，這不是以前風光無限的沈公子嗎？家中出了這檔醜聞，竟還有臉出來拋頭露面？什麼沈公子？我看是林公子還差不多。說到底，就是個連私生子都算不上的野種罷了，也配叫沈公子啊？真是臉皮夠厚，居然還有臉出來晃了。就是換成別人，早就找個地方鑽進去了。他怎麼樣？還敢出來丟人現眼？這是餓瘋了吧？連地上沾了土的東西都不嫌棄，還想撿起來吃，真是跟他娘一樣，半點都不嫌髒啊！是人了。
打他！打他！活该！打他！活该！打他！哎呀，解气！江若愚，你这个贱人！还好意思提江小姐的名字，都把人家害成什么样了？就是一个太监，白白蹉跎了人家数载，真是恬不知耻。这么可怜吗？沈修仪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把过错都归咎到我身上？江若愚，若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？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这个疯子，还敢威胁我家小姐！疯狗乱吠，不必理会。走了，回家做饭了。王爷，属下有一计，可助王爷扳倒太子。你一个丧家之犬，我怎么能信你？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全都被江家所赐。而如今江家站在太子这边，那便是与我作对。我是不会让江家得逞的。有意思，那你说说，你要如何助我一臂之力？如今太子主持科举，是王爷千載難逢的機會。哦，太子執掌科舉，一旦被查出洩題，陛下必定震怒。好，此事便全權交於你辦理。若出了差錯，唯你是問。屬下遵命。我等寒窗苦讀10餘載，一心報國，而今科場舞弊，前程盡毀。求諸位鄉親父老，為我等寒門學子做主啊！求諸位父老鄉親，為我等做主！這種事不容易。科舉洩題之事直至太子，此次科舉正是貴妃向皇上舉薦的太子，若出事，我們江家也會陷入險境。父親，太子向來持重，斷不會在科舉這等國之大事上行差踏錯。此事鬧得沸沸揚揚，必是有人在背後推波助瀾。如今太子與靖王各成一黨，儲位之爭已是在所難免。父親，此事便交由女兒暗中查探，我一介女流，反倒不易引人疑心。切記，萬事當心。還有一事，老父親設法傳信於貴妃姐姐，讓她暫且穩住宮闈，切勿自亂陣腳。好，小竹，你即刻讓人徹查那幾名擊鼓舉子的來歷。小姐放心，奴婢這就去。陛下，近日科舉洩題之事，舉子鳴冤，眾百姓議論紛紛。此事事關朝廷顏面，還請陛下嚴查。陛下明鑑，臣聽聞科舉開考之前，便已有人私得考題，這分明是有人蓄意洩題啊！科舉乃是國之大事，太子辦事不力，暫且禁足東宮，待查明真相，再做處置。兒臣遵旨。瑜兒，陛下已將太子禁足，沈秀瑜與靖王此番用意昭然，若再任由此事蔓延，恐會禍及江家。娘娘莫慌，太子素來沉穩，絕不會在科舉這般大事上徇私舞弊。如今並未定案，我們還有時間。可陛下已經禁足太子，靖王心狠手辣，到時肯定會趁機添油加醋。再完美的局，只要是惡意陷害，總會露出馬腳。但願如此。父親那邊怎麼樣了？父親已經聯絡了朝中幾位支持太子的老臣，只是陛下此刻震怒，眾人不敢貿然進言。娘娘放心，我已經差人暗中調查那幾名舉子的來歷，過不了多久，此事便能平息。瑜兒，太子是我們力薦的人，他是斷不能出事的。我知道，娘娘放心，此事事關我們江家的興亡，我是絕不會讓我們江家出事的。娘娘，你現在要做的是穩住皇上，多提太子往日的功績，莫要讓靖王的人趁機在陛下面前詆毀太子，動搖陛下的心意。好，你也一定要萬事小心。靖王心思狠戾，再加上有沈修儀從中作梗，是絕不會讓你輕易查到證據。我明白，姐姐保重。主子，貴妃宮中一片慌亂。江若愚剛剛從貴妃宮中離開。江若愚就算再聰慧，也翻不出什麼爛話。
太子被禁足，朝中支持太子的老臣群龙无首，无人敢站出来反对。用不了多久，靖王殿下就能掌控朝堂，到时候我就能一雪前耻，江家也会成为我的阶下囚。那几名举子那边，我们要不要再派人去盯着？万一被江若愚查到破绽？不必，给他们的银子已经足够多了。若是他们敢亂說話，直接滅口，絕不能留下任何把柄，以免節外生枝。主子說的是。另外，密切監視江若愚的一舉一動，他若是有什麼動靜，速來稟報。屬下遵令。江若愚、江家，你們欠我的，我會讓你們一一償還。站住！放过我吧，求你們了！小姐带过来了。小姐饶命！小姐饶命！你也看到了，即便你为那人做了這麼多事，但他還是想殺你。你要是能給我提供有用的信息，沒準我還能保你一命。是有人給了我一筆錢，讓我們去明德院。可有證據？你要是有所保留，我是救不了你的。老實點，小姐，這玉佩便是那人掉下的。我當時看着這玉佩，覺着價值不菲，便偷偷藏了起來。江大人，如今科舉案鬧得滿城風雨，本王被禁足，朝中支持我的老臣也不敢輕舉妄動。再這般下去，恐怕父皇要對我沒耐心了。太子殿下放心，只是眼下缺少鐵證，貿然發難只會引火燒身，還需靜待時機。民女江若愚參見太子殿下。免禮，江小姐請坐。這玉佩是我從那舉子身上得來。沒想到，此事竟然真的與靖王殿下有關。沈修儀依附靖王，二人聯手栽贓太子，野心昭著啊！父親，太子殿下，那舉子說，與他聯絡的人常在城南破廟街頭，我已派人盯着那破廟，或許能找到更多證據。此事可行，但務必謹慎。沈修儀現在加派人手監視你，我們的人若是貿然行動，很容易打草驚蛇，反而壞大事。我明白，這枚玉佩便是靖王參與此事的鐵證之一，只要再找到他們勾結的證據，就能揭穿他們的陰謀，還太子殿下清白。有勞江小姐費心，此事關乎朝堂大局，還望江小姐多加謹慎，切莫以身犯險。謝太子關心。我讓你去滅口，你竟然讓人跑了！虧我留了個心眼兒，讓人家將廟給燒了。若是被江若愚找到了其他人，不止你，我都要跟着完蛋。王爺恕罪，屬下已經加派人手追殺，屬下失職，請王爺責罰。晚點再找你算賬。加派人手，務必找到那舉子，斬草除根。若是再有任何閃失，王饒不了你。是，屬下這就去安排。江若愚，你若是再敢壞我的事，我定讓你和江家一起陪葬。走水了！救火啊！救人！救火！救火！小姐，城南那邊出事了，讓他進來。小姐，江大人，太子殿下，城南破廟被焚，屬下只撿回這片殘紙。殿下，玉佩人證殘紙三者互證，足以揭穿陰謀。但陛下仍在氣頭，貿然進諫，恐怕事與願違。過幾日父皇會召我問話，到時候勞煩江大人助我一臂之力。臣在所不辭。
主子，暗卫急信，今日太子私下去过江府。太子去了江府？废物，怎么现在才来禀报？主子恕罪，暗卫刚探明消息，立刻传了回来，属下不敢耽搁。江若愚这个贱人，果然处处跟我作对。既然他要找死，那我就让他死个痛快。继续全城搜捕那举子，加派人手盯死江府，尤其是江若愚，找准机会下手，不必留活口。属下这就去办。江若愚，这次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江大小姐，请下车吧。江家大小姐，别来无恙，这么急着进宫做什么？沈公子，哦不，林公子，拦路劫车，林家的家风还真是别致。江小姐果然是乐善好施啊，连太子的事也敢管，不如也施舍我一回，让我杀了你怎么样？无耻！你这烈性子，最适合到下等的窑子里待着了。贱人！沈修仪，你不过是靠着沈家和我才有了现在拥有的一切，离了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说什么？沈修仪，你自身德行有亏，能力低下，反倒怨天尤人。如今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江家施舍给你的骨头。好，牙尖嘴利是吗？本公子今天就划烂你的脸，撕烂你的嘴，看你还怎么嘴硬！我的手！太子殿下，臣参见太子殿下。沈修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天子脚下，竟敢拦路行凶，肆意伤人！你是嫌命太长，还是觉得你可以无法无天？殿下误会了，臣只是偶遇江小姐，想与她叙叙旧情，并无惡意。叙旧？听闻你耽误了她数载，自身德行有亏，子嗣无有，却将所有過錯都歸咎在她一介女子身上，如今還有臉說敘舊？沈修儀，你當真是恬不知恥！本王把話放在這裡，從今往後，你若再敢糾纏江若愚，本王定讓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還有你與靖王的那些勾當，最好藏得嚴實一些。若有一日東窗事發，掉腦袋也算是輕的。還愣着做什麼？帶着你的人趕緊走！是，臣這就走，這就走。江小姐，你受驚了。江小姐，擦擦吧。你這臉上的傷，怕是得多費些心思。路途顛簸，傷口若不及時處理，恐留隱患。謝太子殿下。江小姐不必如此多禮。你為了此次科舉案，日日舟車勞累，本王才要謝你。多謝殿下出手相救，若非殿下及時趕到，臣女今日恐遭不測。舉手之勞罷了。我今日要入宮覲見父皇，沒想到沈修儀行事無狀，在京城要道肆意妄為，妨礙通行。本王斷不能容他如此失禮。方才看你行色匆匆，莫非是有要事在身？回殿下，臣女本是想進宮面見貴妃娘娘，可如今自身儀容不甚得體，恐有失宮廷禮儀，不便入宮。江小姐考慮周全，先送江小姐回府。屬下遵旨。一路凶險，本王親自護送你回去。有勞殿下體恤，叨擾了。主子，咱們就這麼算了。那江若愚有太子護着，往後怕是更難下手了。算了，此仇沈修儀記下了。太子護着他又如何？等太子倒台，有的是辦法殺了他。今日有勞殿下親自護送，臣女感激不盡。江小姐不必客氣，你安然回府，本王便放心了。臉上的傷記得妥善處理，切莫大意。臣女謹記殿下叮囑。殿下此番大恩，臣女與江家銘記於心。不過是舉手之勞，你安心休養。沈修儀如今有忌憚，是斷不敢再貿然造次。殿下放心，臣女已經尋到了另一位涉案舉生，待差人送達京城，便有他作證，定能為殿下洗清所有冤屈。既如此，本王便先回宮復命，有任何變故，即刻派人通知本王。臣女遵命，殿下慢走。
小姐，這傷口雖不深，但需按時服藥，忌食辛辣，3日內便可消腫，絕不會留疤。有勞大夫。小姐，那沈修一實在太過分了，竟然敢對您下此狠手，多虧太子殿下及時趕到，不然後果不堪設想。沈修一確實是難纏得很，何況他還有靖王相助。不過此次竹林遇險，剛好印證了他們狗急跳牆，離敗露不遠了。可是小姐，沈修一記恨在心，肯定會再找麻煩，咱們往後出門可要多加小心。越是畏懼，越是被動。放心，他們得意不了多久。王爺，屬下辦事不力，不僅沒能除掉江若愚，還被太子撞破，屬下甘願受罰。廢物，連一個女人都解決不了，還惹得太子盯上了我們，有你何用？王爺息怒，屬下也是一時心急。江若愚手握證人，留着他必成禍患。屬下這也是為了王爺的大計啊！太子毅然察覺，江若愚又尋到了關鍵舉子證人，若是讓那人抵達京城作證，我們全盤皆輸。王爺，不如我们先下手為強。你即刻派人去半路截殺那名舉子，務必把人攔下，絕不能讓他活着抵達京城。屬下明白。小姐，護送舉子的隊伍傳來急信，沿途發現數批不明身份的探子，似乎在緊盯着咱們的人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靖王和沈修一沉不住氣，要對那名舉子下手。小姐，那可怎麼辦？舉子要是出事，咱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。黃無用，沈修一和靖王心狠手辣，此次劫殺必定是死局。僅憑咱們的暗衛，護不住舉子。即刻將這封密信送往太子府邸，務必親手交到殿下手中。屬下遵命。殿下，江府暗衛送來密信。竟敢在半路劫殺，完全不把王法放在眼裡。傳我命令，調動10名精銳護衛，全力保護舉子安全。若遇阻攔者，格殺勿論。屬下遵旨。奉主子之命，取那舉子性命，擋路者死。太子殿下有令，保護舉子，誅殺亂黨。科舉弊案鬧得滿城風雨，朝野上下議論紛紛，此事牽連甚廣。你身為太子，監管不力，難辭其咎。兒臣自知失責，甘願受父皇責罰。科舉乃國之根本，是選拔天下英才的要道。如今出了這等驚天弊案，百姓非議不斷，嚴重有損皇家顏面。若是不嚴懲此事，恐怕難以服天下眾人之心啊！靖王殿下所言極是，太子殿下執掌科舉事務，卻出了如此大的紕漏，天下學子寒心，連江山社稷都恐受動搖。還請陛下嚴懲。陛下嚴懲，以正考核。科舉弊案事關重大，懇請陛下秉公處置，不可姑息。陛下明察，太子殿下素來賢明，一心為國為民，此案分明是奸人栽贓陷害，懇請陛下查明真相，再做定奪，切莫冤枉忠良之臣吶！求陛下明察。夠了，都給朕住口！事到如今，朕若是不嚴懲，恐難服眾。即日起廢去你太子之位，無朕旨意，不得外出半步。陛下，萬萬不可呀！求陛下收回。江大人徇私枉法，即日起卸去所有官職，與太子一同懲罰。啟稟陛下，江府江若愚在殿外求見，說有科舉弊案內情稟報，懇請陛下召見。宣。臣女江若愚參見陛下，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你一介民女，竟敢擅闖大殿，還稱有科舉弊案內情，若有半句虛言，便是欺君之罪，格殺勿論。臣女不敢欺君，此番上殿是為還蒙冤之人一個清白。放肆！大殿之上豈容你一個女子胡言亂語？你竟敢在此妖言惑眾，還不退下！陛下，江若愚一介女流，深閨之中只懂針織女工，懂什麼朝堂法度？豈能容她在此信口雌黃？是啊，陛下，女子不得干政乃千古古訓。江若愚逾越礼制，實屬大逆不道，理應逐出大殿嚴懲。諸位大人口口聲聲說女子不得干政，可眼下是冤案當前，忠臣蒙冤，難道只許奸佞當道，不許百姓陳情？靖王殿下和沈公子這般着急阻攔，莫非是此事真有冤情？
你父皇，儿臣懇請父皇听江小姐陈情。江小姐虽为女子，却知书达理，心怀大義，求父皇給她一個機會，也給兒臣、給天下學子一個查明真相的機會。陛下，臣懇請陛下聽江小姐一言。是啊，陛下。是啊。陛下，科舉弊案並非太子失職，而是另有隱情。江若愚，你可知欺君是何罪名？無憑無據，休要信口雌黃。臣女有憑有據，絕不敢妄言。哦，臣女已找到本案涉事之人，也就是涉案的举子，望陛下容許他們上殿覲見。臣女懇請陛下傳證人上殿查驗證據，還清白者一個公道。好，朕就信你一次。傳朕旨意，即刻將證人帶至大殿，朕要親自審問。你們二人可是涉案舉子，有科舉弊案內情，速速如實道來。若有半句虛言，朕定不饒。陛下饒命！草民二人並非主動覬覦名媛，而是被人重金收買，才敢污蔑太子殿下。和我們對接的人自稱是晉王殿下的手下，我們也是被豬妖蒙了心啊！求陛下饒命啊！一派胡言，簡直是信口雌黃！王子文做出此等齷齪構陷之事，你們兩個卑賤小人，竟敢污蔑宗室！陛下，這兩人空口無憑，不過是被人利用的跳梁小丑，故意編造謊言栽贓晉王殿下，根本不足為信。僅憑一張嘴就想蒙騙皇上與滿朝文武，你們是不是活膩了？陛下饒命！草民說的是實話，絕不敢有半句虛言啊！陛下，草民所言句句屬實。陛下，此二人空口無憑，所言全是臆測，分明是居心叵測，故意擾亂朝堂，懇請陛下嚴懲。是啊，陛下，江若愚故意找來這兩個人當替死鬼，妄圖混淆視聽，絕不能輕信。父皇，這兩人分明是江若愚找來的替死鬼，故意編排謊言蒙騙你，把金鑾大殿當兒戲，肆意妄為，還請父皇為兒臣做主。陛下，江若愚此舉純屬欺君罔上，其戲可誅。大膽江若愚，竟敢找兩個滿口胡言的刁民糊弄朕，把朝堂當兒戲，肆意妄為，簡直是膽大包天！陛下息怒，臣女不敢欺君，臣女既敢請證人上殿，自然不只有人證，更有物證在手。哎呦，這哦，你竟還有物證？既如此，那便速速呈上來，朕倒要看看你所謂的鐵證究竟是何物。陛下，此玉佩乃第一件物證，是涉案舉子在與接頭人碰面時無意中拾得的玉佩。此玉質地非凡，溫潤無瑕，絕非尋常百姓所能佩戴，唯有皇室宗族。且玉佩內側刻有一個清晰的鏡子，正是晉王殿下的封號。怎麼可能？江若愚，你需要在這信口雌黃？大膽！還有呢？陛下，此為第二件物證，是城南破廟被焚後僅存的一張殘紙。據舉子供述，他們與接頭人一直都在城南破廟秘密接頭，商議科舉弊案事宜。殘紙上雖字跡不全，但明確提及科舉洩題、收買舉子等事宜，且紙張右下角還蓋有晉王殿下的私印，鐵證如山。晉王殿下怎麼做出這等事，實在太讓人失望了。科舉乃是國之根本，關乎天下學子前程。晉王殿下竟把這等要事當成兒戲，實在荒唐。就算平日裡與太子殿下有嫌隙，也不該做出這等舞弊構陷的勾當，簡直是有損皇家顏面，寒了天下人的心吶！孽障！你竟敢勾結朝臣，舞弊科舉，構陷太子，丟盡皇家臉面！傳朕旨意，晉王目無王法，禍亂朝綱，削去親王俸祿，不得參與朝政。沈修儀協同舞弊，栽贓構陷，杖責30，罰俸1年。今日起，太子重新執掌東宮，重整朝綱。兒臣謝父皇，父皇聖明。江若愚忠心耿耿，不畏強權，查明真相，有功於社稷，另行嘉獎。臣女謝陛下隆恩。此案了結，退朝。江大人，江小姐，請留步。殿下沉冤得雪，老臣總算心安。若非江小姐智勇雙全，收集罪證，本王今日恐怕難洗冤屈。此恩，本王銘記於心。太子言重了。江小姐今日在大殿之上從容不迫，救了本王，這般膽識才情，世間罕有。殿下謬讚，臣女只是做了分內之事，換做旁人也會為正義直言。殿下素來賢明，才得老天庇佑。江小姐太過謙虛，此番大恩，本王定要報答。多謝殿下厚愛，臣女心領。朝中事務繁雜，還望殿下以國事為重。殿下，老臣忽然想起府中還有事務未處理，先行一步回府，小女就勞煩殿下了。江小姐今日勞累，本王命護衛備上軟轎，送小姐回府如何？不必勞煩殿下。送小姐回府，本王心甘情願，算不上叨擾。
还望小姐莫要推辞。属下见过王爷，此番拖累王爷，属下罪该万死。废话，这件小事都做不好，不仅没扳倒太子，反倒让本王降爵禁足，你倒是全身而退，只挨了顿板子。王爷息怒，那江若鱼太过狡猾，属下此番前来是想与王爷商议后续对策。哼，本王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太子如今风头正盛，江若鱼屡次坏我好事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老爷、小姐，太子到了。殿下亲临，老臣有失远迎。江大人不必多礼，本王今日前来是为送宫监。臣女见过殿下。此番科举案沉冤得雪，贵妃娘娘感念江家有功，特意在宫中设下庆功宴，邀请江小姐前去赴宴。谢贵妃娘娘厚爱，也多谢殿下亲自跑这一趟。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。江小姐今日气色甚好，我还带了些滋补的药材，对江小姐百益无害。有劳殿下费心。无妨，那本王便不多做逗留，宫宴当日再会。久闻江府后院景致雅致，此刻日光正好，不知能否劳烦江小姐陪本王走几步？老臣府中还有要事要核对，先行告退。鱼儿，你便陪殿下走走。殿下请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今日贵妃设宴，江家那位江若鱼小姐也要来。她来做什么？今日赴宴的都是未婚论嫁的公子小姐，太后本就有一位太子殿下甄选良配，她一个有过婚嫁的女子，还好意思到场？你说这江若鱼不会是长得奇丑无比，所以沈秀仪才不行？你们这些个世家子弟，目光短浅，只会以流言度人。苏大小姐，你倒是宽容大度，人家倒是未必领情。江小姐乃是京中出了名的知书达理，才情卓绝。此前科举案，她孤身闯殿，自证清白。这般智勇双全的女子，岂是你们能隨意诋毁的？智勇双全又如何？长得丑就是丑，空有脑子有什麼用？還妄想攀附太子？貴妃娘娘到。江若魚竟能與貴妃同行。今日不過是家宴，諸位不必拘束，隨意落座便是。江小姐可是剛到？本王在宮門口未等到你，倒是來遲了。江小姐果然風姿綽約，不過本公子好奇，江小姐有過那般婚嫁經歷，今日置身這般未婚子弟貴女之中，就不覺得尷尬嗎？是啊，女子最重清白名聲，江小姐這般拋頭露面，是怕日後難尋良配吧？你休要胡言亂語！婚嫁之事無常，豈是江小姐之過？哼，反倒你們一群男子，整日揪着女子過往不放，嚼舌根傳流言，真是丟人現眼。就是，你們這些個世家子弟，詩文寫不成，詆毀女子的話倒是出口成編，就是不要臉。我們不過是說實話罷了，事實擺在眼前，還不讓人說了？就是，殘花敗柳，還想找名門子弟做良配，簡直是痴心妄想。爾等身為名門望族，飽讀聖賢書，卻整日惦着女子私事造謠詆毀，毫無半分男子氣度與胸襟，與那沈秀儀又有什麼區別？江小姐行事光明磊落，智破科舉弊案，護主朝堂公道，品行才情遠超爾等庸碌之輩。她的過往輪不到你們智慧。今日是貴妃娘娘設下的慶功宴，是感念江家有功。你們在此尋釁滋事，是不把娘娘放在眼裡，還是不把本王放在眼裡？太子殿下說得對。是啊，太子殿下英明。太子所言極是，今日是歡喜宴席，莫要再提這些不愉快的瑣事。都落座吧，上點心膳食。你不必將方才的話放在心上。多謝殿下維護，臣女無礙。江小姐，你千萬別把方才那幾個紈絝子弟的混話放在心上，他們就是目光短淺，口無遮攔，根本不配評判你。你是我們所有京中貴女的典範，我們都打心底裡佩服你。多謝二位小姐寬慰，我並未放在心上。清者自清，無需與賢人置氣。我就知曉江小姐定然不會介懷，日後還望與你多些往來。久聞你琴棋書畫無一不精，我心中甚是仰慕，盼能向你多多學習。來看一看啊，大家看一看啊。
奴才參見北涼王，陛下已在宮中設下接風宴，命奴才前來迎王爺入宮。知道了，勞煩公公引路。本王倒要看看這京城有什麼好玩的。北涼王已入宮赴宴，聽聞此人手握重兵，身處北塞要道。要是有他助本王一臂之力，那本王即刻就能坐上皇位。王爺放心，北涼王雖已歸順，但素來不喜受制於人。咱們只需小以利害，他定然會動心。好，事不宜遲，你安排時間，隨本王親自登門拜訪。是王爺。二位隨意。不知靖王殿下，沈公子登門，有何貴幹？實不相瞞，本王今日登門是想與王爺共謀一樁大事。哦，是啊，王爺雄韜武略，人尽皆知。以王爺的雄才大略，怎能甘心久居人下？王爺，我們已經萬事俱備，若是有您下注，那必然是如虎添翼，到時候榮華富貴享之不盡。哼，謀反倒是件有趣的事。本王初入京城，正愁無聊，那本王便陪你們玩玩。王爺放心，此事只會成功。行了，本王累了。若是有什麼好玩的事兒，再來找我。是王爺，那我們先行告辭。盯着他们，看看這兩個跳梁小丑還能玩出什麼花樣來，別讓他們擾了本王的興致。是，王爺。老爺，小姐，宮裡傳旨太監到了。户部尚書江大人接旨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户部尚書江某監管不力，致國庫虧空，着即停職徹查，另行處置。欽此。臣接旨。此事怪我一时疏忽，竟出了這般大的差錯。上一世正是這場失誤，被人借機大做文章，誣陷江父貪贓枉法，成為江家覆滅的導火索。然而此事之後，禍及太子，看來此事跟他們脫不了干係。父親，您不必自責，此事絕非偶然，容我徹查一番。好，爹相信你，你一切小心，切勿衝動。女兒知道了，父親放心。此次戶部糧草虧空，大概率與糧草調撥有關。這家糧鋪常年承接戶部糧草供應，你去旁側打探，我先進去問問掌櫃。好，小姐你小心。小兄弟，能否借一步說話？姑娘，請說。小兄弟，近日殿內是否有糧草調撥的差事？姑娘說笑了，戶部的差事，小的怎敢妄議？您還是去別處問問吧。小兄弟，我只是想多了解了解這天下大事，絕無惡意，還請行個方便。姑娘，實不相瞞，這幾日戶部的確有大事發生，糧草調撥的數目與賬冊不符，所以小的也不敢妄議啊。小兄弟可知內情？這幾日總有人私下找掌櫃議事，我猜恐怕也是因為此事而來。小兄弟可知道他們通常在什麼地方會面？南街的醉花樓。抱歉，姑娘頭戴帷帽，行色匆匆，這般行跡詭異，莫不是在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？這位公子，我家小姐不是故意的，還請公子莫要糾纏。公子，我確有要事在身，已然道過歉，還請公子高抬貴手。哦，不如跟本王說說，本王在這京城倒是無聊得很。輕浮。二位客官裡邊請，小的這就為您引路。請。這位小姐，裡面請，小的這就為您安排雅間。不必，我要前面那兩位客人隔壁包間便好。
哎，是，小的明白。小姐这边请。你慢用。殿下，王爷，江大人已被停职彻查，现在整个朝廷都忙着調查户部虧空賬目，郭啟兒的宮宴便是最佳時機。是啊，王爺放心，待事成之後，這天下我們一同執掌，千古留名。王爺，不知到時可以支援多少兵力？這個好說，你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沒想到他們竟然拉攏了北涼王，傳聞他年輕有為，手握重兵。此番若是助他們謀反，恐怕整個京城都要陷入血雨腥風。小姐，他們好像走了。咱們派人盯着靖王、沈修儀和北涼王的動向，不可有半分疏忽。是，小姐。幹什麼？本王可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不知姑娘聽到了什麼重要的事情，竟這般失神。你是北涼王？沒想到小姐反應這麼遲鈍，只是小姐見到本王，為何這般驚訝？是不是小姐坐在隔壁偷聽了？是啊，能不驚訝嗎？傳聞中年輕有為、深受百姓愛戴的北涼王，竟然是這般小人。哦，小人？朝廷待你不薄，你卻不知感恩。勾結靖王沈修儀那般狼子野心之輩，你對得起朝廷，對得起天下百姓嗎？小人，這位小姐倒是說得義正言辭。不過本王做什麼，好像還輪不到姑娘來指手畫腳吧？反倒是這位小姐，似乎並不以偷聽為恥。你身為北涼王，受朝廷恩寵，掌一方兵權，卻勾結奸佞，置百姓於不顧，你既不覺為恥，我為何要羞恥？為恥？你怎麼就篤定我要謀反？我看你就是揣着明白裝糊塗，骨子裡就是個陰險狡詐的小人。是，我要謀反，那姑娘能奈我何？你有證據嗎？你簡直不可理喻，我懶得與你這小人廢話。小姐，怎麼了？小豬，我們走。難得在京城遇到有趣的人，本王等着你來找我算賬，可別讓本王失望了。王爺，這小姐這般無禮，竟敢對您出言不遜，要不要屬下去查一下她什麼來歷？不必，這人倒是有趣的很，性子烈又有幾分骨氣，比那兩個草包好玩多了。那王爺真的要與那靖王合作？京城太無聊了，不找點樂子看，我要憋出病來。本王就是陪他們玩玩，看看他們能掀起什麼花。魚兒，怎麼氣成這樣啊？老爺，小姐今天在醉花閣撞見北涼王和靖王他們，想必他們是要勾結在一起。北涼王，他竟然與靖王沈修儀有牽扯。都說這北涼王看似玩世不恭，現如今看來，此人的心思遠比我們想象的還要難猜。北涼王手握重兵，若是真的倒向靖王他們，整個朝廷都會大亂。此事不可急躁。北涼王性情古怪，此次肯與靖王沈修儀接觸，未必是真的想幫他們謀反。但願如此。北涼王久居封地，手握重兵，卻始終安分守己，可見他並非野心勃勃之輩。爹，就算他是在演戲，咱們也不能掉以輕心。靖王和沈修儀野心勃勃，他們既然敢拉攏北涼王，就一定在宮宴上有所動作。你說的對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這樣，你想辦法給太子傳信，提前做好防範。女兒明白。小姐，宮宴快要開始了，太子怎麼還沒到？太子殿下公務繁忙，想必是有要務纏身。此次宮宴，北涼王也在，小姐務必要避着些。我知道，要是他知道我是江家之女，恐怕會再次對我發難。好，避着本王，江小姐這話說的，倒是讓本王有些傷心呢。你怎麼會在這裡？我說呢，哪家小姐性子如此剛烈？原來是江家閨女。宮宴馬上就要開始了，不知江小姐在這裡做什麼？難不成是在等我？無恥之徒！
怎么，被本王说中了？江小姐，没想到你这么主动。江小姐还是这么喜欢投怀送抱。江小姐，殿下，王爷，江小姐，你们在此处做什么？本王正去往宫宴的路上，没想到在此与江小姐偶遇。江小姐还真是热情。殿下，宫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如我们先入席。没想到江小姐和沈修仪都在，这沈修儀蹉跎了江小姐6年，如今两人针锋相对，弹劾江大人的奏折，想必少不了他的手笔，真是唏嘘啊！王爷，属下敬您一杯，愿您大有所成。怎么，沈大人认识那位江小姐？何止是认识，这个贱人让我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。若不是她，我怎么会落到如今这般地步？哦，这江若愚倒是有趣的很。北凉王驻守北塞多年，治兵有方，安抚边民，劳苦功高，真是我朝的栋梁之才。臣不敢当，驻守北塞乃是臣的本分。你如今也到了适婚的年纪，京中不少贵女皆有才有貌，你可有看中的？回陛下，臣的確有傾慕之人。什麼？今天不是？放心，今天該發生的事照樣會發生。回陛下，臣看中的便是江家小姐江若愚。不是吧？堂堂北凉王怎麼會看上江若愚？她可是嫁過人的。雖說這江小姐才識相貌是不錯，但是什麼？江小姐性子剛烈，聰慧果敢，乃是臣心中的良配。什麼？難道王爺是在轉移注意力？如此一來，確實更好下手。北涼王好眼光，江若愚聰慧過人，知書達理，俠肝義膽，平日裡頗有才氣，乃是京城貴女中的典範。不過婚姻大事不可強求，此事終究還要看他本人的意思。若願意，朕便下旨。如今父親正被朝廷停職，處境艱難，我若是直接拒絕，便是不給皇上面子，說不定還會遷怒整個江家。況且這北涼王駐守北塞有功，皇上本就有意嘉獎他，只是皇上還不知道，他暗地裡早已和沈修儀他們勾結。臣女。父皇，時機已到，只要拿下王宮，大業便可成。蠢貨！退位讓賢吧，應該頤養天年了。是啊，陛下，晉王殿下才是最適合坐在龍椅上的人。逆子！護駕！果然是今天動手，幸好提前傳信給了太子。逆子！朕待你不薄，你竟敢帶兵逼宮，謀逆篡位！待我不薄？父皇，自始至終，你眼裡只有九弟那個廢物，憑什麼他能做太子，我就不能？所以，戶部的虧空也是你幹的。哼，是又怎麼樣？若是我當了儲君，當了皇帝，必定將疆域開拓得更廣闊，整個天下都是我的。父皇，今日我是真心實意請您退位，算是給您留了體面。既然您不喝我這杯敬酒，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御林軍，即刻護駕！我說呢，怎麼今日門外一個士兵都沒有？原來都在這兒呢。王爺，戲也看夠了，該你上場了。北涼王，他竟然跟晉王一起謀反！是啊，都說北涼王忠心耿耿，怎麼會謀反呢？小人。別動！王爺，殿外的叛軍均已制服，把晉王和沈修儀也給我拿下。是。不可能！你明明答應過我們。我可什麼都沒答應。晉王雖性子頑劣了些，但絕不可能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。既然如此，陛下不如跟我打個賭，將此事交由我來安排。卑鄙小人，你竟敢耍我！
原来如此。我說北凉王怎么会謀反？傳聞他無心權勢，駐守北塞多年，從未有過半點不臣之心。他居然真沒想着謀反。爹說的對，他向來不按常理出牌。陛下，逆賊已皆數拿下，如何處置？全憑陛下定奪。靖王，沈修儀謀逆篡位，誣陷忠良，罪不可恕，將二人打入天牢，秋後問斬。且當予一律清查，格殺勿論。此次平定逆賊，北凉王和太子臨危不亂，護駕有功，朕重重有賞。父皇，兒臣此次能提前將御林軍安排在此，全靠江姑娘及時提醒兒臣，江姑娘才是最大的功臣。太子說得對，江若愚聰慧果敢，此次確實功不可沒。江若愚，又是你壞了我的好事，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！放肆！逆賊還敢再叫囂！立刻將這兩個逆賊押下去！江若愚，你不得好死！朕賞你黃金100兩，錦緞千匹，賜你驍烈縣主封號，另恢復江大人官職，官復原職。臣女謝陛下恩典。江小姐果然名不虛傳啊，如今還被賜予封號。王爺過獎。如今倒是知禮數得很。先前誰罵我小人來着？王爺，先前是我誤會了你，還請王爺恕罪。罷了，本王不與你計較。聽說江小姐針織女工樣樣精通，不如江小姐親手給我繡個香囊以表歉意，如何？啊，就這麼說定了。嘿，淫婦，竟敢做出苟且之事！这麼多年，連個蛋都出不來。逆賊，竟敢謀逆篡位，不得好死！對，沒錯，打他，去死！沈修儀，這一切都是你欠我的，今日終於得償所願。活該！小姐，聽說那林御史和沈氏在獄裡被逼瘋了，兩人互相掐着脖子對罵，雙雙將對方給掐死了。惡人自有惡人磨。小姐，夜深了，先歇息吧。沈修儀和靖王已入天牢，林御史、沈氏也自食惡果，江家安穩，你也該鬆口氣了。惡徒伏法，不代表餘孽盡除。沈修儀當年依附靖王，暗中收攏了不少江湖死士，這些人絕不會善罷甘休。小姐，屬下探明，沈修儀的3名心腹死士已喬裝逃出京城，直奔北塞而去。且在趙氏舊居的暗閣中，搜出3封未銷毀的密信。是趙氏生前與北塞左賢王的往來書信。信中寫了什麼？趙氏以沈家商路為籌碼，勾結左賢王私運兵器，約定待京城生變，北塞便起兵扣關。如今靖王謀反失敗，這些死士是去北塞報信，撺掇左賢王動兵。北塞，北涼王正是駐守北塞的王爺，這沈修儀的仇我已報完，可北塞一統，趙氏舊謀才是真正的風暴開端。北涼王他在北塞究竟只想多少？加派暗衛。緊盯北塞邊境，但凡有風吹草動，立刻抓捕。另外，密切留意北涼王在京城的動向。屬下遵命。狩猎县主，獨自一人在此觀景，倒是雅致。王爺，日前宮宴，王爺護駕有功，臣女尚未道謝。北塞特產，防身之用。本王說過，要你親手繡香囊賠罪，怎能遲遲不見動靜？王爺玩笑了，臣女與王爺不過萍水相逢。萍水相逢？趙氏勾結北塞的密信，沈修儀的死士逃往北塞。這些事，江小姐以為能瞞過本王？王爺早就知道。本王駐守北塞3年，左賢王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，靖王的勾結，本王一早便察覺。只是沒想到，沈修儀的餘孽會蠢到送上門去。本王留在京城，一是平叛，二是為你。江若愚，北塞即將起風，朝堂亦有暗流。太子倚重你，江家需要你，
而本王能護你。这枚玉佩你拿着，它能护你周全。本王的心意，你可明白？北凉王的心意，朝堂的暗流，北塞的障碍。我刚走出沈家的泥潭，又要踏入更大的棋局。北塞若亂，百姓遭殃。王爷是北塞之主，臣女只愿王爷以边境蒼生为重。好，本王等你。待北塞风平，或是风浪再起，本王都会来找你。风起了，第二步的局该開了。